你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经礼传承档案上师，身为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宣讲。完整无缺、真切无我、开显大乘道的如菩萨行论。那么这个如菩萨行论呢，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论名和论义。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论名啊，就是论名呢，这真实的论名和义理也分两个方面来讲完了。那么今天讲论义分三个方面，如造论之理和所入之自性圆满戒位啊，就是我们这个造论的开拓的这个假性部分和然后中间真正的论体，最后做结尾，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第一个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真实宣说和还要讲述宣说之必要等观念啊，分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第一个问题，拟瞻句还有这个实验句、实现谦虚，分三个方面，就是刚才造论之理也可以说，或者说这个如造论之理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述。我希望这次参加学习如菩萨行论的人呢，不仅是要通达他的这个宋词的意义，同时呢，我们无著菩萨所讲的这个课判还有讲义的内容，这个一定要看。大多数的人为呢，可能我以前也是看过一本书啊，或者是我学过啊，我宋词也学过啊，课判也背过啊，不要怎么想。学习论点的这个态度很重要的。首先，你的这个态度没有这个拜好的话，恐怕是你的学习呢，也不一定成功的。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论点，按照藏传佛教的真正的传统来说的话，那么就是首先学习一个论点，必须要背诵它的宋词啊，就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无波大论的话呢，那你那个无波大论的每一部论的宋词一定要背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你一定要知道这部论的这个课判是怎么立的啊，就是整个所有的论点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课判呢，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清清楚楚的。第三个问题呢，你先从字面上这个能解释啊，就不看讲义也是，你就完全从字面上解释。第四个问题呢，你就整个内容的比如说每一个品里面所宣说的内容，或者每一个宋词的大概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进行研讨，进行分析啊，就是不仅是在字面上也要通达，还要总结它的要义，总结它的要义，然后呢分开进行剖析剖析、分析、研究。比如说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一定要就是进行分析，就这几个问题一定要需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光是从字面上简单画过去的话呢，这不叫学习论点啊，就这个是这不过是在这个听传承而已。所以呢，希望大家。当然，我们以前这个大概是5、6年前呢，就是也这个如菩萨行论讲过。当时的这个宋词呢，以华智仁波切的课判，就是华智仁波切有一个这个明经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如菩萨行论的课判。那么这个课判是分得相当的好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当时我们讲的，后来我们如菩萨行论光书当中呢，也是立了这个课判的。那么这次呢，我们不用那个，就是用无著菩萨的这个解释方法和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学说，所以。希望各位呢，应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自己该记的哪些内容啊，就是这些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大多数都以前也是把所有的如菩萨行论的宋词全部背过啊，就是希望你们这次我们一边讲的时候，每天都讲的不多，这样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宋词呢就是跟上，就是一定要背到那么这个不管是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你如果把这个宋词没有能
背得很好的话呢，这个内容也是恐怕是解释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呢如菩萨行论呢不像跟这个其他的无波大论，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以前背什么俱舍论然后这个中观还有那个隐密等等，就是这些背诵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内容比较深就是一般的人来讲比较费劲这个如菩萨行论呢我看就是我们这个寺院当中的话呢，每一个小僧人大概是10几岁的这些僧人的话呢，就像念观音心咒那样背得特别素，就是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有些可能已经年龄比较大，一般的60、70岁的人不背也可以的，其他的人呢，我想应该可以不管是你是这个10几岁的人也好，就是或者是50、60岁的我看50岁左右的人呢，我想背诵应该没问题。真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学问的话呢就是不要自己对自己轻弱，就我现在已经这个40岁了，我现在已经50岁了，我肯定不行了不应该这样的。去年我们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呢，60岁的很多老菩萨也是到这个我们这个考场上呢，就是背很多的论点，就是当时也是他们背的也是特别的精彩，就是只不过是牙齿看不到而已。只看到这个鲜红的这个色图。下面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尼占据就是尼占据。首先是这个尼占据，这个尼占据呢是吉天菩萨造论的前面，他要这个顶礼他的这个上师也就是说他这里呢就是顶礼三宝就是顶礼三宝和其他的这个因供处呢就是做进行顶礼的。那么宋词里面是这样的：三世法身佛子般，记住因经我系礼就是宋词当中就是这么2句。那么从字面上解释呢，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它这里的所谓三世呢就是指佛陀的意思，然后法身呢就是佛法的意思然后佛子呢就是说这个僧众就是僧众，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呢，所谓的僧宝呢，就是一地菩萨以上，就是这是入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随念三宝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应该是这个大乘的真正的这个僧众呢，就是一地菩萨以上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一句话当中，佛陀法身，他这里的这个法身呢。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法宝华三身里面的这个法身，但是这个有2种可以解释就是2种可以解释。有一种呢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来解释的话呢，那么它这里的这个法身呢，印度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叫做是比如说它这个法呢，就是佛法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说。所谓的圣呢，它这里是印度的翻译里面叫做是盖亚，就是盖亚所谓的这个盖亚呢，以前不动大师的如菩萨行论大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身体呢，就是聚合的意思，就是从印度的翻译直接引申过来的话，它是一种聚合的意思。那么它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法很多聚合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法。什么样的法呢？教法和正法就是教法和正法呢聚合的，这就是法宝这个顾名思义，大家也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三是这个佛陀和还有呢就是这个佛陀的正法和教法，再加上是大乘僧众的这个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那样的大乘菩萨就是大乘菩萨佛子后面的这个半字呢，就是一切的意思，所有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里说吉天菩萨，我要先就是造论之前，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还没有造论之前的话呢，我应该这的听你的对境佛陀和真法，然后僧众，以及呢，我应该知道还要定你的，还要恭敬的，包括我们僧文当中的这个阿罗汉圆觉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佛塔、三知识等等，所有的这都应该恭敬定你的。对境呢，我今天就是毕恭毕敬的定力，谁定力呢？我吉天菩萨定力的。他这里是
因为以作者的名义来就是定义的，以定义的方法是什么样呢？当然以这个上等者以间接的方式来这个定义也可以说，或者是中等和下等者是以这个五体投地的这种方式，以三门共进的方式来进行定义啊，就是它这个定义句的宋词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这个结束。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吴朱论色，他对这一个这个寄送啊，就是这个定义句呢，他是怎么解释的？这个无著菩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解释的比较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每天就是诵持完了以后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字面上解释。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呢，好像就一直诵持呢，就有时候是可能一天的找不到诵持，就是有这种情况，让你们也不要生气厌烦心。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不会这么以前那个萨迦派的有些论师也是这样的，刚开头的时候特别广，然后越来越下去，越来越虐，就是也有这样的。我觉得无著菩萨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特别详细的解释，然后后面并没有那么广。那么这里是这样的，关于三世，普明论是认为，就是他这里这个所谓的三世呢，我们以前在讲大数这个时候也是说过，就根据释量论的有些教证呢，就是进行给大家进行解释过，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自己也可以做参考。那么这里三世呢，一般来讲，汉传佛教也这样认为的，藏传佛教也这样的。佛陀呢，就是有10种这个名号比如说如来因供编织人天道士然后这个无上师傅就是无上师傅，然后叫那个师尊三世等等，就是有这样的这个10种就10种名号，就10种名号当中，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是三世就是他这里三世。那么这个三世，印度普明论师，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就是印度这个8大论师当中呢，就是一个叫普明论师，他解释如菩萨行论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著述。那么这个里面的他是这样认为的。由于三藐视趣，因而称为三世，就是他认为呢，三藐视趣，他视趣的意思呢，就是三是这里好的意思，然后视趣呢就是去的意思，好去就是很好的去了，就是当然这个去的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去了，就是死了，就是圆寂了，不是这个意思。从我们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很好的方式来，已经到达彼岸，就是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也就是说里面的意义呢，所谓的这个三世意义呢，三就是很好的善妙的非常成功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去呢，就是它这里是呢，就是去的意思。那么去到什么呢？就是去到这个涅槃地方就是涅槃地方，就是从我们此岸到彼岸。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心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所以这个三世呢，就是有善去的意思，就是善妙而去的意思。当然去呢不一定是我这个非要以这个走路而去的，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比如因为这个善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用的，比如说身相善妙，就是我们这个身相很好，也是用善来这个代替的。然善尽意就瘟疫就我们这个病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切除了，禽流感一点也没有了，这也是叫做是一种这个三秒，就是三秒这个尽除。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三满报品，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妙品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满了，就是里面就是到的什么甘露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如之当当，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善满的这种说法。所以这个善呢，虽然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它呢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是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如来呢，也可以叫做这个三秒而去，就是三秒而去，说的原因就是这样。那么如来这里为什么叫三秒而去呢？断除了烦恼障当障碍义和庄严而去，就是所以就是非常庄严的。我们从一地到七地之间，就是所谓的如来呢，都断除了这个所有的俱生烦恼障和什么这个边际烦恼障，就是昨天我们讲的一样，全部就是断完了，就是所以这个也叫做庄严而去。然后断除对真如不了知的不明当什么无明当无明当义和不退而去，不退而善去呢？他这里说从8地到10地之间的话呢，所知障就是完全断除，也就是说。从8地到清净3地吧，就是清净3地的时候呢，对真如的一种这个不了解的无明，就是就是昨天我们中观专论当中这些障碍的分析呢，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呢，也叫做是这个不退而
就是不退而不退而去。然而，清除一切习气一合，究竟而去，这个是应该从这个佛底的时候，到了最后的金刚喻定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些习气啊，最细微的这种这个习气和障碍呢，就是全部也是依靠就是金刚喻定，就是得到佛陀的这个果位的时候呢，完全断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究竟而善觉。从这里是这样的，这是从断功德的角度而讲的，就是刚才那个普密论师呢，全部是断这个功德，从一地到十地，最后到佛地之间呢，用从断的功德的方面来讲的就是我们讲显观转轮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有三大，就是有三个所谓。三个所谓是什么呢？一个是端大，一个是真大，还有一个是信大，就是意思是断的这个大呢，一叫做是这个所断的圆满，所有的这个就是该断的全部都已经断完了。然后真圆满呢，就是叫做是所有的今所有之如所有之全部都有。还有一种信大，所谓的信大呢，它的悲心就是大悲心已经圆满。所以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菩萨呢有学习或者是度化众生，就是有三种目的。三种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先前这三个大，就是三种伟大，就是可以这么讲。他这里也是从是断的角度来讲的。然后三天论师呢，三天论师也是前2天给大家讲过。那么他认为，由于正悟呢一切所证，因而成为善识，就是他从正悟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他正悟呢一切万法的真相，所以呢就是从正悟的角度来讲的。总而言之，正因为三妙圆满、端正功德，或者是去之最究竟安乐之体，故而称之为是善识。有时候我们详细细的解释的时候呢，那这个包括这个如来的这种名号也是这样详细的解释呢，也有这个它的深深意义就是深深意义。所以它这里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叫善识呢？所谓的善识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功德已经圆满了，那么所有的该断的这种障碍呢，就是全部消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仁波切也是依靠这个安乐的菩提道，获得了就获证了安乐的什么这个大菩提佛果就是这个就叫做善识，就是他善识解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菩提道呢实际上是很安乐的就是很多人都不学佛，如果真正学了佛以后呢其实学佛真正是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就是平时你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健康也好，你的生活的这个行住坐卧也好，什么事情都非常这个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是很充实的就很有意义的就是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菩提道呢，就是很安乐的，应该可以这样。从表面上提起来，我们也是需要苦行什么需要这个蛮长的时间当中积累资粮说起来是也有一些可怕的这种词句，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苦行的话呢，不像世间人那样这个痛苦就是在这个心理的作用相当大的。你为了取得这种正法的时候呢，实践的这些痛苦呢，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呢，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面前呢，就是不算是一种这个苦行不算是一种苦行。所以呢，依靠安乐的道而获得这种快乐，就是这也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解释方式呢，也是这样的。然后以前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地线论师吧，就是第三论师的话呢，它这里是断一切痛苦就是断一切什么痛苦，这一切功德称之为善识就称之为善识，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那么他这里这个菩萨地论呢这样说的取入殊胜之处而舍，不推事故，称之为善识。这以上是已经讲了佛宝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吉天菩萨也好，我们也好，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皈依或者是顶礼，就是我们的这个佛陀，因为我们毕竟是佛教徒，那么佛教徒呢，自己的这个行踪的这个佛陀呢，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去顶礼。如果是你是上根者，你具有真知真量的人的话呢，那么你
白天就是做任何事情也好，然后晚上这个睡觉也好，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就这就是一个佛教徒的起码的最基本的一种这个行为。如果我们2-3天当中啊，或者是好几天当中，佛陀的这个恩德呢，从来的是不想啊，从来的是就是心里好像没有什么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算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所以我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每天都念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啊，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如果每天没有念呢，好像那个以前大多数的人可能上师面前也已经发言过，所以我们没有念的话呢，一方面可能也是会这个以前的这种誓言，一方面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每天的是不管是怎么样，你心如果不能跟上的话，但是你次句呢还是每天要念一些佛，就是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大家集体呢，在上课之前也是念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我这次呢，也是希望以前没有这个学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传的人呢，就是先最好是今年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我前2天也是提醒大家，当然有重要的事情呢，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可能就是就提醒的时候，希望你们呢也不要这个当耳边风，就应该对你们个人有意义的，并不是我在这里如果你们看了以后呢，我的这个地位有一点这个不同的待遇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是最好是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光传。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佛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某些佛教徒所想象的那样，就完全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就这方面应该会有个深深的体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也这里非常希望我凡是佛教徒，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也好，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团体，尽量呢就是念一些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啊。当然，各教派都有一些不同的仪轨，但我自己认为呢，我以前这个翻译释迦牟尼佛的光传、百年传，就是大概是有1000页啊，就是当时有500页，就是我们藏文当中的这个500页。那么500页翻译完了以后呢，将近是用了5个月的时间。后来呢，就是心里就是体会非常深，就是对释迦牟尼佛也产生就是更怎么说啊？就是跟以前不同的一种这个信心。后来也要求大家，我们这个门方仁波切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这个仪轨呢我想你们每一个人应该会想得到办法。最好呢，每天都是念一遍，这样念一遍呢，这个功德是确实不可思议的。不管是你心能专注也好，不能专注也好，凡是念一遍，这个功德是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吉田伦师他在显现上呢，他也是在佛陀面前呢，就是恭敬的顶礼。当然，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佛陀面前应该是顶礼的。真正的佛陀面前不用说，就像亲友说里面所说的那样，有智慧的人的话呢，木土雕刻的这个佛像面前也是非常恭敬的去顶礼的。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和他的一种行为。那么这是顶礼这个佛准的下面呢就是讲这个顶礼佛法，就是那么这个佛法是怎么样介绍的呢？所谓的法身是在报信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当知法身有2种，法界即清净本体，就是法界即清净本体，以及一笔之等有玄所深深种种法，就是在报信论当中呢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是有2种的，什么2种呢？一个是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就是自心住的这种这个清净的法身，还有一种呢，就是暂时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课程清净的这种这个法身，就是从我们这个法宝法三身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这个法身是有2种的。那么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法身即为清净的本体，就这个呢，我们佛的这个个别自证的对境，一切万法的法性。这叫做是这个一种法身这就是本来清净的法身。还有一种呢，一笔之等流，玄所深深种种法。那么依靠它的等流，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依靠刚才那个真悟法性的这个等流的因就是等流是在这里同类的因。那么它的同类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让玄所这样的法身的什么
就是生神的这种佛法，就各种各样显宗密宗，包括我们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些经典呢，全部包括在这个法身当中。那么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正法法身，一个是教法法身。什么叫这个正法法身呢？所谓的正法法身，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所证到的这个佛陀的这种境界啊。当然，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前2天也说了，我们每天闭关，每天那个早上6点钟，这个大家休息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当中升起一个菩提心呢，升起一个悲心呢，升起一个对三宝的恭敬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正法发生啊，就是正法发生。然后能产生它的最根本的等流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善知识们所宣讲的佛法也好，或者是佛陀和后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个经论啊，这些都是属于是这个种种法身啊，就种种法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法身呢，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法身、报身、化身里面的这个法身。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先知定力这个善事如来，由定力呢它的发生？那这样是不是这个好像佛法的这个法宝呢？就是这里面没有体现，就是不要这么认为，因为真正的这个佛法，就真正的佛法呢，按照大乘这个宝性论的观点来讲呢，应该是这个灭谛和道谛，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来清净的这种本体呢，就是能显现出来，所有的烦恼全部断完了，这个就叫做是灭谛。那么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断掉呢？当然是依靠这个无道释谛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37道毗呢，或者是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就是断掉，这个叫做是道谛，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也叫做实际上是灭灭谛和道谛啊，就是灭谛和道谛。说我们平时以前那个俱舍论讲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关于这个三宝的这个问题方面呢，也是进行这个分析过，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小乘有小乘的这种三宝，就是然后那个大乘有大乘的这种三宝，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个表示的对境呢也有所不同，但在这里呢应该这样解释啊，按照此论点当中所说的真法的发生是法界与具而清净无漏的智慧无二无别，就这就是这个真法发生啊，就真法发生实际上一切万法的这种如来根本什么个别自证所得到的这个法界无二无别的体系，也就叫做是本性上，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叫做是法身，就是我法身。这个叫真法发生。然后教法发生是指就二谛而言，一切甚深种种教典法门呢，这些都是这个法宝啊，就是那么刚才我们后面的教法发生，所谓的教法发生呢，二谛所摄的深义谛和世俗谛所摄的，比如说宣说深义谛方面的般若这个空性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般若空性全部是宣说深义谛的，宣说世俗谛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白义经呢，或者咸义经呢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论点和经典呢，就是都包括在这个教法发生当中。所以我们指的定理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在人们相续当中，所有的真我的境界是我们定理的对境啊，就谁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谁的相续当中有出离心，谁的相续当中有什么这个空性的境界，那么我们一定要就是定力因为他是真正的这种菩萨，真正的这个阿罗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能宣说什么，就是这样正法的一些文字啊、语言啊、经典啊等等，这些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定力的。所以实际上的。这个佛宝是指的是什么呢？佛宝是以前就是端正功德圆满的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这个代表佛宝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寺院里面就是供的这个佛像。那么这些佛像呢，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也应该，不管是你到了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凡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的这种像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去定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也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行为。然后刚才法宝呢，我们也说了，就是语言文字上面的，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这个看见了《金刚经》这个是应该指的是什么
这个恭敬顶礼的。然后看见什么南传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呢，哎，算了，这不是我学的东西，就我不恭敬顶礼。然后看见藏传佛教的这个佛典的话呢，我也不去恭敬。这种分别心是非常不好的。不管是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只要佛陀这个亲近传下来的这个法门呢，我们不分任何这个宗派这个没有任何必要的。很多人的这个思想的这种范围啊，就是或者是这种这个很下载的就这样一来呢，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有一定的这个危害就是有一定的危害。所以以后呢，吉天菩萨他也是对所有的这个教法正法都恭敬顶礼的。我想吉天那样的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也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实现，只是对三宝面前顶礼的话呢，恐怕我们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的境界，你自己也应该清楚。我们有什么理由就是不顶礼这个法宝呢？应该值得顶礼这些佛法呢，就学完了以后呢，大家在心里也应该发这样的决心，我凡是以后看到什么样的佛像呢，我一定要就是顶礼，就是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这个不管操什么这个寺院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很有帮助的。我听到有一个居士呢，他说我是汉传佛教的，我在这个我的寺院里面呢，就是我就经常恭敬顶礼，但我去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是为了就是参观而已的，包括在救佛像面前也是我没有顶礼过。他好像觉得是自己是非常伟大，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呢就是分别念就是比较重，再加上是比较愚痴。你看拉萨救佛像和拉萨那里呢有这么多的真正的这个佛像就是这么多的佛像，那你一点都是不顶礼，就是自己好像胸有成竹，自己认为是自己学过一点汉传佛教是很有把握的，也不一定。我们有些修行呢，自己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但实际上呢，你不一定是有把握的就真的有时候自己的傲慢心是特别特别的可怕。前2天有一个人呢也是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如何学的，就是已经学了10多年了现在这个自己也不用什么学什么宪宗的这个论点等等，就是说了很多。当时他说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就是很佩服他的。第2天呢又来一个电话，我看是他的电话，我首先不想接，后来呢有再三的一直在想，就后来不接也不行，就接了。一接电话的时候呢，没有人的声音，一直是哭声。后来我说你怎么了？就是你要说话呀，就是说话呀。后来他就慢慢就说出来了。他说，我今天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虽然很痛苦，但我一点都不恨我的丈夫。那我说这个情况的我还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哭了很长时间以后呢，才能表达出来。后来他说是我今天呢给他说了，我现在已经学了10多年的佛，就是你有什么样这个隐瞒的事情呢？给我说的是我这个境界很不错的，你一点都不用这个担心。后来呢，他给我说了。我本来的是不想跟你说，一直瞒着的。但你既然这样说的话呢，希望你不要不高兴，也是你自己承诺的。我在外面呢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女人等等，就是讲了一些。然后他就听到这个话以后呢，他一边说是我一点都不生气，就是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原来特别痛苦的时候，特别穷的时候是如何，现在我该怎么办？我要想出家，等等等。他说了很多话，虽然他说是他一点都不生气，但是从他的语言来看呢，气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很想出家，后来我就说你还是冷静下来，不要出家，暂时不要出家。所谓的出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呢，你昨天也给我讲了，你的境界是非常高的，现在不用学习，再加上是你现在呢，可能需要学习你刚才说的什么样的话，确实有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佛教徒的话，就诸如此类的，就自己认为是自己不用学，自己好像什么都懂，你自学了一个宗派的一些法门，但是这个法门呢，也学的究竟没有，就是自己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学的也不是很好的，应该这个学。不仅仅是学，还要这个修。如果没有修的话呢，仅仅是依靠这个佛法的一些道理来
摧毁自相续当中的烦恼是非常困难的。沃登大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陀说：“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这个解脱的法门。”说完了以后，你自己一定要这个修持。如果你没有修的话呢，就像是一个病人呢拿了很多很多的药，但是一点也没有吃的话，能不能他的这个病呢就是起作用？不能用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佛法呢必须要修持。我想呢，我们在座的人呢，也真的，有时候呢，就是理解方面，大多数都可能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但是自己没有修的话呢，法就是佛法，然后自己的相续就是自己的相续。那么就像我们去年学习开启修行门派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人和那个佛法的境界之间呢，就是什么这个一匹马的可以过，就是有很长的一种距离，就是距离。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相续呢会这个与正法背道而驰，就根本不能就是相应的。因此呢，不管是你听到什么样的佛法呢，就经常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做一些传习。什么叫做修行呢？以前的噶当派的一些教言来觉着的时候呢，修行有两种，一个是观察修，一个是安住修。那么所谓的安住修的话，那可能要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就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嘈杂的声音，就开始以毗卢七法做事以什么样的做事，你就可以安住下来，就然后就观心，就这是安住修法的。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观察修，观察修呢，每天我们所讲到的内容呢，反反复复的自己思考的这个相续呢，尽量的拉长就尽量的这个延长，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是这个修行。所以有些人呢，我现在修不能闻思实际上闻思和修行呢，应该是这个互相就是可以这个相互相成的，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有时候呢，包括我们表面上看的呢，就是顶礼佛陀、顶礼佛宝的话，大家都每天都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大家觉得是特别容易，但心里面一直没有想到，心里面没有这个定解的话呢，光是口头上说呢，就是真正的一些烦恼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恐怕是不行的。就很多这个佛教徒呢说大话也，实际上真正你遇到这个你刚才这样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有点自己也那个时候后悔就是我不应该就是这样说大话。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真的佛经当中也这样说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得不到，就是若为修持法就是若为修持法不得见法性就是若为修持法不得见法性，就是也有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修行这个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不可能就是得这个法性。什么唯引见闻遂其囊触感客，就是有这么一个矫正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没有修持这个法呢，就根本不能什么就是见到这个法性就见到法性。就像是我们睡呢，就是看见了、听见了，但是没有喝的话呢，我相续当中的干渴能不能就是前出呢？能不能出呢？就是根本不行的。我就旁边呢，就是坐在那，然后这边有潺潺不息的河流，那么我就看着就看着，然后我说这个是水你看听到我水的声音但实际上呢，水就是水，我的相续就是我。那么我们这个佛法也是口头上也是顺便说的了，别人也是看得怎么样，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实际上呢，我自己从来都是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天天说是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但是真正一切众生是当过我的父母或者是我这个度化众生，这个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话呢，恐怕是口头上的菩提心呢，就是真正你在死亡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来世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起作用呢？有一些种下善根的作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真正的自相续当中传习的功德呢，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次如菩萨宣讲的时候呢，我非常希望大家，当然我自己相续当中什么功德都没有，就是带别人也是非常就是可怕的一种这个笑话。但是呢，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很多人呢，最好是不要这个验在一些这个文字上就是不要这个耽误在一些文字上，应该呢就是在实际的这种所学的知识和自己的修行结合起来这样对我们的相续是有一定的利益。
下面就是讲的这个，这是法宝啊，就是法宝是这样讲的。由于这些法宝对于三世如来来说是具足的啊，就是这个三世如来在藏文当中是有个具足的这种事，但韩文当中呢就是没有义，所以为什么这个讲呢？就是因为三世具足法身，就是藏文当中是有这样，所以它这里呢也是用这个句字来代替的啊，就是句字代替的。关于佛子报信论当中，就是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僧众啊，就是僧众呢就是大乘僧众是就以这个一地菩萨以上来这个称呼的，这个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大多数人呢就是佛法，就是佛是佛像，然后法就是法宝，就是也就是说金刚经，然后僧众呢就是我们庙里面的大和尚、小和尚，还有几个调皮的沙弥。这样想的，但这样想也是没有错，就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大圆满信心学习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认为，你这样理解也是就片面的，也就是说是部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佛陀就是这个善事，我们这个在每个众生的心的相续当中，最疗愈的佛陀呢，就是如来藏，然后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教法和正法；僧众的话呢，就是大乘这个菩萨，就这样也可以讲。当然，这个有关三宝的这些概念呢，他们的功德呢，就是智者入门当中也是有我们这个心性修习啊，还有睡莲三宝经以及这个报信论里面就是讲得特别清楚，就是希望大家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关于佛子报信论当中这样讲的：具心圣成之种者，神佛于法智慧魔，禅乐太初被入目啊，就这个一目改为入目，彼即随佛生菩萨啊，这个讲了这个对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佛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菩萨啊，就是大乘菩萨。下面讲那个刚才报信论当中的校正，它这里的意思呢，具心圣成之种子，因为我们这个大乘菩萨，这个大乘菩萨的来源，也可以说是有4种根本的因。那么4种根本的因呢，第一个就是对大乘佛法具有信心，这个好比是种子一样的就是以前那个庄轮王的庄轮王子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首先是以这个父亲中心的种子，然后呢就是能产生他的这个母亲，还有呢就是太藏和就是后来生完了以后依靠姨母来这个。姨母不是依靠乳母来长大，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传统。那么弥勒菩萨呢，也是以这种比喻来就是宣说呢我们大乘菩萨的4种因。第一个就是宣说对大乘佛法的真正的信心就真正的信心，这个是相当于是重则，所以我们要真正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首先对大乘佛法的信心相当重要。如果对大乘佛法的信心一点也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好比种子就已经就是被烧坏了，就是没有了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神佛与法智慧目，那么就是让这个出现佛陀和佛法呢，就是依靠这个真无般若空性的母亲，也就是说，就像这个生一个专轮王子的话，那就是依靠母亲而产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菩萨的果位的话呢，依靠真无空性而产生的。这个真无空性呢，真无空性呢，相当于是这个母亲一样的就这是第二个问题。第3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禅乐就是在这个等次当中安住，就是禅定，就是心不动乱，心不这个散乱的这样的这个等次的这种大乐，这种大乐呢，相当于是这个太初就相当于是太初要这个产生庄轮王子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种这个太初，就是因为庄轮王呢，就是毕竟也是这个太上的，就是。那么这个第3个呢，就是第4个呢，就是对众生的大悲心。对这个众生的大悲心呢，你获得菩萨的果位以后呢，还不能间断的就像是这个庄轮王子已经降生了，但是
他需要这个乳母来进行养育啊，就是进行养育。所以这个对众生的大悲心呢，为什么在入众人当中呢，就是最初的四合也很重要的，中间的四合也是重要的，最后也是说出生后3个阶段是不能离开。要赞叹它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只有这4种因一合呢，就是才可以产生就是佛这个随佛这个产生的菩萨啊，也就是说是大乘佛子，大乘佛子的这个菩萨呢，依靠这4种因缘而产生的意思。是这样的，由于身在如来家中心当中，或者是能够成为如来的继承者，我们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是生于如来家族中，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获得一地菩萨呢，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圆满的圣意菩提心。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是真正的佛子啊，就是它的名称和意义呢，完全是成了这个佛子。当然，我们在资粮道的时候发菩提心，也有这种佛子和菩萨的名称，但是这个最拘谨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相似的名称。所以呢，他这里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则。因而佛子诸为神者菩萨是圣宝，所以他这里吉田人是说定理的对境呢，应该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证悟了这个人我和法我，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部分了。这样的这个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像龙目菩萨等等，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以上的果位的这些圣者呢，我们在这里这定理的对境。因此，平时我们呢，就是首先我们对佛报也要定理，然后对这个法报也要定理。同时呢，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就是一些地藏菩萨等等这些这个佛子面前呢，也恭敬这个定力。当然，人们在这个通常所承认的八大菩萨，就是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这样的这个人群当中的话呢，也有很多的，就是证悟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相当多的文殊菩萨的有些专辑啊，就是有些大乘的经典里面呢，也是这样的，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先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份来度化众生的。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不能发现而已，应该在平时的一些僧众当中啊，平时的一些人们当中呢，也有无数的这个菩萨，就是无数的菩萨，所以我们在这些面前呢，也应该值得叮咛。对于包括僧宝在内的三宝归一处，虽然就这是我们前面就是定理的对境，就是包括这个僧宝在内的3种归一处，以及虽然不是大乘归一处，但总的来说是也功德超生的声闻啊，就是声闻、缘觉，以及自己的什么这个传戒律的这些皈依师啊、请教师啊，还有这个阿舍利啊等等，凡是一切可看为因理处的对境前，作则3门恭敬而定理。凡是我们可以称为是作为这个皈依对境的。他这里呢，在其他的有些讲义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声闻啊、缘觉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传戒的这种阿舍利啊、请教师啊，以及呢，就是这个佛塔啊，就是在大乘小乘的一些佛塔啊，还有呢一些这个佛像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师的一些这个舍利塔、遗体啊，还有呢就是上师以前这个转法轮国的地方，然后呢降生国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上师这个现世各种各样这个弘法利生就是事业的这些道场啊，这些地方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值得定力。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说过，说我们不仅是要定力，就是三宝为主的所有的应该值得恭敬的定力，还有这里面没有包括的很多的这个值得恭敬的，尤其是最自相续当中获得菩提心和获得这个无上这个境界的这些来源的上师呢，都要这个定力。如果上师不在的话呢，我们对他的这个住处啊，对他的这个住房啊，以及呢他以前住过加持过的地方呢，都要这个定力。都要定力。我的现在经常那个到成都的路上呢，就是像米亚路啊，或者是汶川呢，这些以前上是如意宝就是住过的这些宾馆的话，那看了以后呢，也确实心里很像定力，但亲自的也没有定力过，因为现在这个路边呢，
大家都是这个人群，然后你就从这个车上下来就是顶礼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精神有点问题，但是心里确实很想顶礼。那天我们去昆明的时候呢，就是昆明以前上次如意宝去济州山的时候，当时住过的宾馆呢，也是我们就是路过在那个门口，当时也心里特别想，虽然上市现在不止，但是上市已经驾驶过的这个宾馆，这个呢跟其他的一些建筑完全是不同，就是在我这个心目当中的话呢，完全是这样的。上市当时我刚才那个没有说完，就是上市如意宝当时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也是讲了那个以前藏传佛教当中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一个伟大的上师呢，就是叫智谦仁波切。当时他也是他的上师呢，就是丁国钦在仁波切。后来呢，他说我要上师这个丁国，就是丁国上师，然后不仅是顶你这个上师的住房，我还要顶你这个上师的狗啊、上师的牦牛啊等等，都要这个顶你。我们从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对人也要顶你，对狗也顶你，对这个什么，就还有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牦牛啊这些顶你。但实际上，真的自相续当中有了这个真我，或者是有了一定的这种境界的话呢，他会这个报这种恩德。报恩德的时候呢，就是别的可能办法也没有的，因为每一个上师呢，也可能会这个实现无常的一些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应该就是顶礼这个上师的一些住处啊、住房啊。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最近有一个堪布和他的侍者呢，就是天天的是跑到以前法王那个房子的这个对面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借了一间房子，就是天天的顶礼。我那天问那个他的侍者，你们在天天干什么？他说，这个堪布呢要求我们两个每天都是到这里来，就是给上师的这个像那个上师房子呢，就是顶礼。所以，真正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获得法恩的、获得这个利益的这种上师的这个住处啊、弘法利生的地方啊，看见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应该有一种非常就大的这种恭敬心，就是会油然而生的。海外的一个上师呢，他也这样讲了，他说我天天的时候，天天晚上呢，就是我向这个父母呢，就是顶礼，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就是虽然是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呢，因为父母是这个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有养育正恩的这种恩天啊，就是可以说恩天的。那么对上师呢也应该可以顶礼，对父母呢也应该可以顶礼，还有就是对三宝啊，我们为了什么摧毁自相续当中的傲慢，应该就是大家这个定力。所以我们这次要求不高，但是希望你们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这个像佛陀也好，佛像也好，这个法本面前呢就是恭敬，就是定力啊，就恭敬定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是。大家不要忘，就是每天只是这个磕3个头，就磕3个头呢，也花不了，就是最多是1分钟、2分钟而已。所以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值得恭敬顶礼的对境呢，就是都要顶礼啊，就是都要顶礼。我们平时也应该这样讲，以后在自己的生活这个习惯当中呢，也对所有的因供处就值得顶礼。以前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佛陀转法轮的地方，佛陀降生的地方，佛陀成道的地方，佛陀涅槃的地方呢，就称之为是4大圣地，就是印度4大圣地。那么印度4大圣地呢，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我涅槃以后也是供养顶礼这4大圣地的话呢，与我这个定力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就是应该就是对佛陀这4大圣地也要这个定力，包括我们这个上师呢，以前就是弘法过的这个地方啊，以前降生过的地方啊，以前涅槃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也应该就是值得定力。所以以后呢，再过几十年，再过2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学院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谁也说不出来。但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光是有一点墙壁啊，或者是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就是这定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这个智慧的这种身体呢，就养育的地方，应该就是我智慧这个身体的来源。虽然我的这个身体呢，就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母而这个降生的，但是我的这种智慧身体呢，依靠这些上师们的加持和依靠上师们的这种恩德而才有今天。如果上师们呢，就是没有这样的关弘这个佛法的话呢，恐怕我们很多
多人呢，到目前为止也是一直是执迷不悟，就是一直是这个四肢不悟，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如今呢，虽然不是什么大彻大悟，就是大成就者，但是呢，对佛教有一定的正见，有一定的信心。这一点也是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这么多的我看众生里面呢，就是确实是难得的啊，就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法难闻，然后人生难得，行行出家更难得啊，就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得人生也很不容易。其实得人生也是遇到这个佛法，尤其是对这个佛法是有真心的，真正就是能出家的这样的缘分呢，我想是来自不易。所以以后呢，大家也是。不管是到了这个什么样的自己的哪一位上师皈依上师也好，什么样获得法恩的这些上师和佛陀面前呢，始终都有一种恭敬心这个相当重要。关于这样的做礼赞那必要，正如占卜功德经当中所说，于本师善事虽作为供养，也取人天乐，得无生胜果。当无事生过啊，他这里呢说是对这个佛陀本身呢，虽然做一个小小的供养，比如说我们就是供一盏灯啊，或者是一根香啊，或者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花这样供养的话，我们表面上看呢，这是微不足道，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呢，他的功德是的确是相当大的。因此，在佛像面前、佛家面前，经常呢就是做一些供养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很重要。他这里呢暂时获得了人天安乐，最后呢就获得无上的圣果。做逆战的目的就是为那承办暂时于究竟的利乐啊，就是暂时于究竟的利乐。哎呀，今天。行，讲到这里吧。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